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四川的大山里面。今天来看一座墓和祠堂。以前我们看墓或者祠堂，它们两者都是分开的，并且是离得比较远。而今天这个就比较独特了，两者是在一起，等于呢是墓和祠合二为一，这个是非常罕见少见的。反正我是第一次见的。最关键的是，从修建起来，里面呢一直有人居住。那等于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人坟同屋，或者说夸张一点，人鬼同屋一样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一看，了解一下到底是谁会把墓和祠堂修在一起。这就是整体样貌，一边是房子，一边是墓冢。房子呢是四合院形式的。我现在还没有到正面，是在边上一个坡上看的。它是叫做马家祠堂，是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建造的。他们以前也是在陕西，是后面来到了四川，在这边定居下来，后面去世，安葬在这里，建了这样一个祠堂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建筑。那过来一点呢，就是它的墓冢所在地，也有一个像小房子一样，那个是属于坟庭，也是非常精美啊。这就是典型的墓祠一起的建筑，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是人坟同屋啊，因为这座墓冢和祠堂建立起来之后，确实是有人住在这里。另外呢，他们家族碰到大事开会，也是在这个墓的前面，就等于我们说的享堂。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这种是非常罕见的，在全国也很少，主要呢是集中在川北地区。那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人坟同屋啊，是湖北恩施利川那一带，那个叫做碑屋，是土家族的那种人坟同屋呢，和我们现在看到人坟同屋是有一点点区别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墓和祠堂还是稍微分开了一点点，而当时那种碑屋呢，它是直接墓碑作为那个堂屋的正墙，然后墓呢是在堂屋后面，并且呢墓上面呢可能会搭建一个房子，这就是人坟同屋。当然了，这是两种形式啊。那正常来讲的话，这种祠堂和墓的结构建筑呢，比那种碑屋啊更大，或者是更精美一点。这一块比较偏僻啊，是在四川巴中南江县的山里面，我开了几十公里的那个山路，非常远呐。这是整体的平面图，两进四合院。这就是马家祠堂，它也叫做伏波家庙，因为是伏波将军的后人从陕西迁移过来的嘛。这个建筑明显看着的话就有年代感了。门口前面有两只狮子，这应该是近些年弄的吧。这个祠堂呢，在早期的话是不开放的，那现在成了文物，也是锁住的。我看看能不能找到有人开门。在这里碰到一位大叔，他就住在旁边那个房子里面，他也是属于马家的后人，从小在这边出生，也是在这边长大。他简单的向我介绍了一下，这个墓祠呢是清朝时期建立的。他说墓更早，祠是后面建造的。他说在以前呢，这座墓祠更豪华，比现在更精美。特别是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院子，以前呢是有围墙一样的。他这样一说，就让我想起了我之前在湖北利川看到的那些墓，就像这座墓一样，它外面呢是有回廊，然后是从两边进来的。那这一座墓当时整个这个平台都是有那种栏杆护栏的，只不过后面损毁了，被拆掉了。包括前面这个建筑呢，也是经过修缮的。他说大概10多年前，这边呢经过一次重大的修缮，而且呢很多是他组织弄的。现在呢我们就进去看一下。那位大叔说前方没有开门，可以从侧边进去，就是在这一块。大家看看这里，这个是房屋的侧边，这些都是榫卯结构的，有槽，就证明以前呢是有房子搭建的，可能就是这一块吧。那我们到这里呢，进去就先看到了这个
墓冢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坟庭这一块，也可以说是享堂。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精美啊。这个我们最后看一下，在这里啊出现一个点，刚才那位大叔跟我们说，这里以前坟庭包括墓冢也是有房子，就等于这个墓啊是在房子里面，和我们在湖北恩施看的那个碑屋是一样的。我一开始以为没有啊，然后那位大叔说以前有，是上个世纪烧掉了才没有了。那这个跟那个碑屋差不多是一样，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人坟同屋。我回去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类似的图片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坟庭就享堂旁边还有一个碑，那是这个主人他的大儿子的墓冢，就等于这一块呢是他们一家人葬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说人文同屋啊，我们今天又看到一处了，真真实实的，并且呢这个上面的房子是2层，就1楼是等于这个坟庭跟墓冢，2楼还有空间。那我们就到了这个里面了，这一块是四合院，很壮观吧？前方那个大门是锁住了，我们是从侧边进来。我从大门那一块开始介绍。这个马家祠堂，它最开始的时候是清朝嘉庆时期修建的，修建了17年完成。那后面呢，又经过3次的扩建或者修缮，整体的话大概是花了70年时间完工。它是一个2进4合院、3级台地、木瓷一体的建筑，占地大概约96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呢740平方米，看起来还是比较大的。它里面的很多建筑，特别是这个祠堂房屋建筑是2层的。它是马氏先祖从清朝初年湖广填四川时，从陕西扶风迁入四川南疆，定居在这个大山里面。他们的家族自称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裔，所以我们在这个祠堂大门口可以看到是伏波家庙。从清朝初年到嘉庆的时候，这个马家呢是越来越兴盛，家族越来越大。那个时候呢，为了纪念先祖，凝聚宗祠，于是呢，他们就在祖坟前面建祠堂，形成了前祠后墓、生死一体的独特格局。就是说啊，这个他们先祖在清朝初年葬在这里，一开始是没有祠堂，是单独的一座墓冢。那是后面到了他们家族比较强盛，然后才在这个墓冢前面扩建了，弄成了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。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剩下的建筑，整个建筑我们看到呢，它是2进4合院，特别是里面有着非常精美的雕刻啊，石刻、木雕、浮雕、镂空雕等等。这是大门，现在是关闭的，这不是原本的大门啊，应该是经过修缮的。那大门过来之后，这是一个通道，你看它不是很高啊。那其实呢，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是在戏台下面，这个和我们在山西看到的这寺庙很相像啊。一进来呢就是戏台，戏台过来之后呢是一个台阶，那是2边的厢房，然后上面呢就是马家祠堂的核心区域。那整体的话就是分为3级。在这里啊有一个地方看一下，以前这里是有那个石刻的，按那大叔说是鹿子不是狮子啊，后面消失了，就不知道被谁弄走了。站在第2层就可以看到戏台的全貌了。那这个戏台历史也是比较久了，差不多200年的历史。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呢以前应该是有很多壁画。这个戏楼是可以上去的，因为上面还有一些壁画。那
在以前碰到他们家族聚会或者是一些节日的时候，会请人在这个地方唱戏。那么家里的那些人呢，可能就是站在下面或者坐在这一块听戏。刚才那位大叔介绍，在他小时候就在这一块看过戏，也就是说，在几十年前，这里仍然有唱戏的。这个戏台还是挺大的，不过看这个木板应该是经过近些年修缮的。那这一块是原版的，以前上面是有很多壁画，包括这边的就相对来说清晰一点。这一块还有猴子，还有一些文字，这好像是《西游记》。在这个顶部呢，大叔说以前画的是《三国演义》，这都是经过修缮没有了。戏楼过去呢，就是第2层了。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刚才说的，以前是有一对那个石刻的，没有了。还有就是2侧的桅杆，这个都是非常精美、非常大呀。那这个桅杆呢，是明清时期家里出了功名的人，一般就在祠堂前面呢立桅杆。这里的桅杆，一个呢是展示他们家族有功名出身，另外呢，这个桅杆呢也是处罚的一种方式。家里的人如果犯了错误，也会在桅杆这里受到处罚。挨打的话，特别是以前有廷杖嘛，打屁股就在这一块挨打。犯了错误关起来挨饿的话，就是在这些地方，相当于这是小牢房一样的。看看里面的空间，不是很大呀，这等于是禁闭室一样，就是证明这个马家治检很严。这边看到南瓜的造型呢，也是一对的。南瓜有什么含义吗？大家知道的可以说一下。这就是桅杆的基座，它是一个八角形，在清代规制中，仅进士或者4品以上官员家族可使用八角基座。这就是证明他们家族有人当官，还当得挺大的。在这边4个角上面还有那个瑞兽，这应该是属于，不像狮子，也不像老虎主要是它头上有个角，和我们平时看的有点不一样这个头部已经没有了，这看起来有点像马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也不是。这个就是蟹字的造型，上面有角。它这一块的这些瑞兽应该说是多种结合起来的，就像我们经常说的，像四不像一样。它两边桅杆上的这些瑞兽都不一样，像这一个就有点像龙了，龙角。这应该就是狮子的造型吧。在桅杆两边的房屋之前是有人居住的，包括上个世纪都有人居住当然，现在这些都是经过修缮的，以前上面都是有壁画刚刚在下面说这个基座很大，来到上面看就更如此为什么会这么大呢？这主要是当时他们家族有一些人犯了错误是会捆绑在这个柱子上，然后他就站在这上面，所以说就弄得这么大了，因为等于上面要站一个人嘛。在桅杆旁边还有2块碑，大概是介绍他们家族的，特别是这里你看，先祖自陕入川。我们刚刚看的是1进院落，那通过这个台阶上去呢，就是2进院落。在这个2进院落的门口有2只狮子，一左一右，一公一母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些雕刻，这都是非常精美是一些戏曲人物。这都是清朝留下来的。
上面是人物，下面呢是动物，这应该是鹿了。这边呢是天官伏羲形象，象征福气、官禄与庇佑。特别是左侧有个柜子，姿态恭敬，是在参拜或者聆听教诲，体现忠孝敬长的伦理观念。下面呢是喜鹊，整体的话就是说要尊老爱幼，尊敬师长。这两只狮子呢，刚好是在墓冢前面呢，它是镇墓辟邪、守护先祖，以彰显家族威严的功能。这只狮子啊，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有点不一样，这是大狮子。大家看一下下面，这是一个人。正常来讲的话，大狮子下面是母狮子，不会存在人。那这里存在人是代表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家族啊是官运亨通，世代为官，也意喻呢子孙绵延、香火鼎盛，是马氏家族对宗族兴旺的美好愿望。这狮子的雕刻还是非常精美的，200多年还看得比较清晰。这是母狮子啊。一般母狮子的话，下面都是有一只小狮子的。另外一边对应的就是公狮了。看这个雕刻，公狮下面就是绣球了，公狮舞绣球嘛。现在看到的是第3层的第1栋建筑牌坊，4柱3门7楼，非常精美啊。上面有着非常多的雕刻，下面是抱骨石，也是有狮子的，2只狮子。这个狮子呢，趴着头抬起来。我们来看看上面雕刻了什么。先看中间这一块，最上面雕刻的是花卉，雕刻的是牡丹，花瓣呢层叠饱满，缠枝纹寓意呢是富贵荣华，生生不息。中层呢是双龙戏珠，这个是高浮雕的双龙，龙生矫健，象征着皇权庇佑，家族兴旺。这上面都是仿木构石雕斗拱，也是非常漂亮啊，色彩艳丽。中间有4个字瑶池仙品，意思呢先祖功德如瑶池仙品般高洁，魂归仙境，永享仙福。这是对他们先祖魏太君的极高赞誉，因为当时是魏太君带着他们家族来到四川这一块定居，也寄托了家族先祖成仙庇佑后人的祈愿。在字的下面呢是有5只蝙蝠，寓意呢是五福捧寿，福寿绵长。下面有一副楹联，铜铸功勋光汉史，白眉故事要丹书。这个上联的铜铸功勋是出自东汉伏波将军马援，这是他们的先祖，因为当时他的功勋很大。下联白眉故事呢是出自三国马良，均为马氏家族荣耀典故，等于马家呢出了很多名人，他们这些后代呢以这些先祖为荣，向他们学习的意思。我们再看一下左边的，最上面是描绘仙人乘云驾临人间涉案祭祀的场景。这供桌上呢摆放了烛台与贡品，人物呢姿态恭敬，意思呢是先祖庇佑，香火永续。中间呢是武戏场景，多员武将呢骑马征战，这个呢传递尚武报国、忠义担当的价值观。中间4个字呢是源远流长，意思呢是这个马家血脉如江河般源远流长，文化呢与荣耀代代相传。字的下面呢是雕刻了鸟与梅花，寓意呢是喜上眉梢，富贵长寿。下方门楣呢是雕刻的龙头鱼身，意思呢年年有余，也是镇宅辟邪的作用。其实这些雕刻啊和我们之前在一些大院里面看到的雕刻类似，基本上都是寓意家族越来越兴旺，越来越发达，子孙后代呢越来越好，都是美好。这是牌坊的背面，也是很多精美的雕刻啊，有那个三官，还有呢是审案的场景，都是非常精美，非常细致啊。我们就不用每一个都讲了。在牌坊两边呢也是有厢房的，这算是第3层的厢房，以前都是有壁画的，包括里面也是啊。
可以看到还能残存的一些壁画，这好像是刻画了大户人家生活的场景，也可能是介绍马家何时迁过来的，以及他们家族发展的历史。牌坊进来之后，算是一个石头的四合院了，两边呢也有很多雕刻，并且这里面还介绍了一下刚才围观的作用。这边也有很多雕刻，特别是这一块写了训耕要语，这是他们家里的家训，以农耕与耕读为核心的家族训诫。这个里面呢还有很多文字，意思就是说农耕文本、勤俭持家、耕读进取等等。另外一边就是刻读格言，以读书自学为核心的家族家训。同样呢，里面是有一些碑文，意思就是说尊师重道、勤学苦读、立志修身等等。这里就是刚才桅杆那里他们家族人受到惩罚的场景。首先呢是在这里审理之后犯了错误，就在旁边接受处罚，捆绑在那个桅杆上面，这看得比较清晰了。那旁边呢应该是武将征战的场景，正策马奔驰，姿态矫健。这边的雕刻太多了，数都数不清啊，我们就挑一些讲，如果全部要看完的话要太长时间了。再过来就是有一个建筑放在院子中间，这是案几，它是供桌，整体的是一块石头雕刻而成，体量厚重。在以前顶部上面呢有香炉或者是供台，但现在已经没有了。特别是正前方是以浅浮雕雕刻了鱼龙，鱼龙形象在民间呢常视为鱼跃龙门的变体，寓意呢科举高中，发藩为圣，先祖庇佑。在供桌后面就是核心了，这里呢叫做坟庭，对应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享殿，这里呢叫享堂，里面是有空间的。据说呢当时他们家族有时候开会就在这个享堂里面，当然是辈分最高或者是管事人就在这里面开会。刚才那位大哥说以前这个坟庭上面是有房子的，那我现在就弄一张图片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大家看到没有，这就是坟庭，也就是我们说的享堂，在房子里面的场景，看得比较清晰。里面呢确实是有点像牌坊，那这个地方是真实存在的，现在还保存完整，也是在四川的巴中市一个农村里面。我们经常说坟在房子里面，很多人可能会好奇，这就是模样也算是见识到了。现在我们就来仔细看一下坟庭以及上面的雕刻。它顶部呢是有一个四间三租的明堂，是四柱三间的，也像是一个小房子一样，上面有几个字叫做玉龙堂。一般这种豪华的古墓它都会有一个名字，就和他生前居住的大院有名字是一样的。下面对应的就是牌坊了，也可以说是享堂的大门，在上面呢也是有很多雕刻的。最上面呢描绘的是公堂断案或者是宗族议事的场景，然后两个人把那个文书拉开，让中间的那个官员看或者是族长看，也有一种说法呢，这个是官话。在下面一层的浮雕就是文武官员在一起看戏叙述的场景。中间的匾额写的是慈范扶风，意思呢陆川始祖魏太君以慈爱为典范，传承扶风马氏的祖德与名望，主要呢是赞扬女性始祖的贤德。这个门楼我们就看这一点，现在去里面看一下，还有一些更精美的。现在就来到了享堂里面，也是我们俗称的享殿，当然这身份不一样，肯定是说法不一样的。这后面就是墓碑，上面写的是皇亲，这魏老夫人的，等于是魏老夫人带着她的小孩来到这个村子里面。
他是清朝初年带着4个儿子一个家族来到这一块定居。这个响堂里面的看点也是这些雕刻。现在看到的是一块红色的4龙捧圣杯，这是马家历代祖先的牌位。4个角分别雕刻的是文官武将与童子，意思呢，这个家族文武双全，孝弟传家，与外面那个家训相呼应了。整个这个响堂是一个石构建筑，里面的雕刻也是非常多啊，我们也就挑个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来看一下。现在看到的是凤凰，凤凰是百鸟之王，象征祥瑞、高贵、太平盛世。那旁边呢还有花卉，是牡丹，代表着高洁、高贵，与凤凰呢共同构成吉祥如意、祈愿生活美满、家族兴旺。还有一幅比较有意思的雕刻是五老观太极，5名仙风道骨的老者身穿不同色彩的传统袍服，手持杖、如意等器物，神态专注的供揽一幅长卷，这个上面呢会有阴阳太极图。这种壁画雕刻是明清到上个世纪民间建筑中常见的吉祥装饰题材。这座响堂里面最有看点的就是上面的藻井，也叫做天花板彩画，总共是分为3层。最里面那一层呢是八卦太极图，旁边呢还有云纹环绕，这个是非常精美呀。第2层有福寿2个字，也算是吉祥的符号。最上面一层第3层4个角呢有那个瑞兽、麒麟、神鸟、仙鹤这一些。这个藻井四周都有精美的雕刻，尽管说基本上都是美好祝福的意思，但是呢每一幅呢都是有所区别的。我们就看一下刚刚的这几幅，站在这个响堂的门口看一下前面刚才那一座牌坊，也可以说是大门。当年刚建造的时候，这里肯定是非常热闹的，特别是碰到什么节日，他们马家在这里开会就更不得了了。那从牌坊这边可以出去，以前是有房间。那么关于这个上面的房屋有2层，那么当时有梯子应该是从这边上去的，现在是没有了。刚才那位大叔说这个响堂呢是上个世纪被烧掉了，当时应该是点蜡烛无意中烧毁了这一座响堂，挺可惜的。如果能保存下来那就不得了了。刚才那位大叔也介绍，这一块杂草比较多的地方上个世纪也是有人居住的。到这里马家祠堂就差不多看完了，确实是非常精美啊，让人大开眼界。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墓和祠堂是在一起的，特别是这种人坟同屋啊，也是比较少见。我们现在又算是多看到了一处。那这一块呢就是四川巴中南疆的马家祠堂，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，这也算是研究川北墓葬文化的一个代表。那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